我们村的鸡蛋8块5一个。今天你要不把这些鸡蛋收走，你这车就别想开出柳树村。翠花婶儿，大前天我们在村委会签了供货协议，1块2一个保底收购，镇上的商贩只给你们开6毛钱的价，还要挑挑拣拣。我给1块2，防震的珍珠膜包装盒、冷藏邮费全是我自掏腰包垫付的。现在车都装了一半了，你临时变卦，张口就要1块5。签协议怎么了？你坑了咱们的血汗钱，还不许咱们找理了？人家镇上的王老板上午刚开着车来过，人家说了，这正宗的散养土鸡蛋，城里大超市能卖到2块5，甚至3块钱一个。你1块2收，一转手就赚咱们1半的钱。你呀你赚这亏心钱，良心不会痛吗？就是啊，建国，你这心肠也太狠了。把差价补给他们，没完。林建国，今天话撂在这儿了，1块5，少1分钱，我们这几家的鸡蛋一个都不想带走。我们这就等王老板带钱来收。行，觉得我林建国心黑的，觉得我赚了你们血汗钱的，现在立刻马上把你们的鸡蛋从我车上搬下去。你说什么？我说，既然你们觉得那个王老板给的价格高，那是你们自己寻到的财路，我林建国绝不挡道。今天谁把鸡蛋搬下这辆车，就等于主动撕毁了咱们的供货协议。以后就算这鸡蛋在家里放臭了、长了蛆，也别再来找我。我林建国绝不再收你们半个鸡蛋。搬就搬，吓唬谁呢？大家伙听见没？人家大老板看不上咱们的鸡蛋，走，把咱们的货都搬下来。建国，婶子不懂，但我认死理。上个月我去镇上，人家只给我6毛钱一个，还嫌东嫌西。你大热天把车开到村口，给1块2，婶子知足。我这筐鸡蛋就按合同卖给你。对，做人不能忘本，更不能背信弃义。大伯信你，你该怎么收怎么收。那王老板连个定金都没留下1毛钱，我不信他能有这好心。赵大伯，您家一共500个，这是1块2一个，总共600块，您点点。李婶儿，320个，384块，您收好。建国，都是乡里乡亲的，要不咱们再加个1毛钱，别把关系闹得这么僵。妈，这不是1毛钱的事儿，这是底线。今天我退一步，咱们合作社的牌子就砸了，以后的买卖咱们只和守信用的人做。建国说的对，咱们林家人不赚亏心钱，但也绝不当冤大头。走，爸帮你把车门关上。这笔生意是我顶着烈日跑了半个月，跑破了1双皮鞋才谈下来的。县城最大的生鲜连锁叫绿源超市，主打的就是高端绿色农产品。他们的采购部张经理是个极其严格的人，品质必须是纯散养土鸡蛋。而且这周末超市要搞一场乡村直供的大型引流促销活动，第一批供货量必须卡顶在8000个，少一个都不行。现在因为李翠花等人的毁约，我车里满打满算只有5000个鸡蛋了。不错，建国，你这批货的品质确实没话说，对得起咱们超市的招牌。但这怎么只有5000个？我们合同上写的可是清清楚楚的8000个，你现在告诉我量不够，这让我怎么跟总营班交代？怎么跟顾客交代？张哥，情况确实是突发情况，但责任在我，我宁愿缺斤转两来给您当面赔罪认罚，也绝不去镇上农贸市场收那种陈年劣质蛋来凑数。规矩我懂，这违约金您按最高标准直接从我的货款里扣，我毫无怨言。建国，你的心是正的，这点我欣赏。但超市有超市的铁律，开门做生意讲究的是货源稳定。现在竞争多激烈啊！我给你交个底，如果明天中午12点之前你还凑不齐这剩下的3000个土鸡蛋，那对不起，咱们之间的长期合作也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剩下3000个纯正散养土鸡蛋，我保证保质保量送到您的仓库药台。喂，是陈家沟的陈支书吗？我是林建国。对，就是隔壁柳树村的那个建国。您前年去镇上开会跟我提过，说你们村地处深山，也有纯正的散养土鸡蛋，想找销路是吧？哎呀，建国，你终于打电话来了。是有啊，只是咱们陈家沟这奴土路太难走，平时根本没有商贩愿意把车开进来收，乡亲们的鸡蛋都在家里阴凉处囤着呢，愁死个人了。陈支书，1块2一个，现场验货，现结现金。但我有个死规矩，只要今天新捡的或者3天内的新鲜蛋，坏的一个不要，用饲料喂的一个不要。1块2，哎呦我的老天爷，这比镇上整整高了1倍啊！行，我这就去让全村人把好鸡蛋都端出来。
这雨下得这么急，陈家沟的乡亲们还能冒着大雨把鸡蛋拿出来吗？如果他们为了避雨不出来，我明天的交货任务就彻底泡汤了。把塑料布给我捂严实了，千万别让雨水打湿了一星半点的鸡蛋。人家建国老板大老远冒着暴雨来收咱们的货，是给咱们村送活路来的，咱们绝不能让人家收一堆湿鸡蛋回去发霉砸招牌。建国老板来了，真来了！建国啊，这都是我家昨天和我今天一早刚从半山腰的鸡窝里摸出来的。知道你要的急，刚才下雨前我挨个用干毛巾擦了一遍。大娘，这筐合格，我全要了，一共200个，240块。真是1.2块啊！活菩萨呀！平时我走半天路拿到镇上顶天了也就5毛钱，还经常卖不掉。这下我家小孙子下个月的伙食费有着落了。这种货色也敢拿来糊弄建国，自己拿回去炒了吃。咱们陈家沟人穷志不穷，不能丢这个人，不能砸了以后的饭碗。建国，天气不好，这段下坡路太滑了，你这空车来重车走，容易陷进去。大伙儿帮你推过那段烂泥路。1、2、3，推！只要我林建国的合作社存在一天，陈家沟的鸡蛋我绝不让他们再愁销路。你小子，昨天那么大的暴雨，你还真去乡下把这3000个缺口给硬生生填上了。张哥，我林建国一口唾沫一个证儿，说补齐就绝对补齐，您可以随便抽检，质量绝不打折。财务，马上走加急流程，给建国把这批货的尾款全结了，1分钱违约金都不许扣。收到。建国，通知你一下，下个月超市的长期包销合议，准备好公章来跟我签。以后超市的土鸡蛋，你林建国独家供货。听到这句话，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彻底落地了。这场生死危机，我不仅扛过来了，还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建国啊，你事儿办完没？村里出天大的热闹了。昨天李翠花他们不是在等那个出1块5的王老板吗？王老板确实来了，不过现在李翠花那几户人家正坐在村长家院子里哭爹喊娘、捶胸顿足呢。怎么1块5的虚高天价烫手了？爸，我回来了。刚才您在电话里说李翠花他们在村长家院子里哭，那个出1块5高价的王老板不是大老板吗？什么大老板？那就是个专门在乡下空手套白狼的流窜骗子。李翠花他们这回是彻底栽进钱眼里拔不出来了。爸，您仔细说说，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昨天上午他们在村口把我逼走之后，那个所谓的直到傍晚才开着一辆破旧的2手小火车姗姗来迟。一见面，王老板就大倒苦水，说路上因为暴雨车子抛锚了。然后他看了李翠花他们堆在村口的鸡蛋，当场拿出1沓现金，以1块5的价格爽快的收走了大概500个鸡蛋。就这500个鸡蛋的现钞，把李翠花他们的魂都给迷住了。那今天上午王老板没带财务来？哼，来个屁！今天一早，李翠花他们就拿着白条在村口等，等到了中午，打那个王老板的电话，直接提示空号了。村长托镇上农贸市场熟人一打听，那个姓王的根本不是什么生鲜靠市的采购，就是个2道贩子。他昨天把骗走的土鸡蛋直接连夜以9毛钱的低价整车甩给了隔壁县的糕点厂，套钱跑路了。接下来的2天，气温陡然升高，我的生意因为绿源超市的长期合同越做越红火。我雇了村里的赵大伯和另外几个守约的乡亲帮忙，每天定时去陈家河和本村的守约户家里收鸡蛋。因为价格提到了1块3，乡亲们干劲十足，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哎呦，翠花们这筐里装的什么东西？怎么比后山的汇粪池还熏人啊？建国啊，在家忙着呢。建国啊，婶子寻思着，咱们到底是一个村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前几天是婶子没见识，被那个天杀的骗子迷了心窍。这不，王老板跑了，我们家里还剩下不少鸡蛋。婶子想了想，这买卖还是得跟你这知根知底的自己人做呀。翠花婶儿，这鸡蛋我可不敢收。大前天在村口，我就当着全村的面说过，咱们之间的供货协议已经作废了。再说了，您这鸡蛋都焖出臭味了，里面估计早就散黄变质了。您让我拿这种东西去卖给城里人，这不是砸我的饭碗，毁我的信誉吗？就是。建国，你这话说的，这鸡蛋就算是不新鲜了，拿去做个槽子糕，或者饭店里炒个饭什么的，放点重口味的调料，城里人哪里吃得出来？大不了婶子给你便宜点，1块钱一个，不8毛钱一个，行不行？建国，
婶子家里就指望这点鸡蛋换点油盐钱和孙子的书本费了。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每天几千几万的进账，难道还差我们这千把块钱吗？你就当行行好，帮帮婶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行吗？建国，你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吧，这可是咱们全家半年的心血。你要是不收，你就是个冷血无情、十恶不赦的罪人。翠花，你这话我林老汉今天听着觉得刺耳。建国是赚了点钱，但那是我儿子冒着大暴雨连夜跑出来的辛苦钱。当初建国好心给你们1块2，是你们自己嫌少，非要撕协议。现在鸡蛋捂臭了，你想起建国来了？合着建国天生就该给你们擦屁股？我不管，你今天不收也得收。当初不是你牵头收鸡蛋，我们早挑到镇上卖了，哪会招来骗子血本无归？翠花婶儿，看清楚了，这是我跟城里最大的绿源生鲜超市签的长期供货合同。本合作社提供的土鸡蛋必须是当日或者次日的新鲜散养蛋，一旦超市质检发现变质、发臭，是以次充好，不仅要面临整批黄款10倍的巨额罚款，还要追究供应商食品安全欺诈的法律责任。我林建国做生意靠的是品质和信誉，你们因为贪图那多出来的几毛钱毁了约，付出了代价，这是市场经济教给你们的规矩。我绝对不可能为了你们这几百块钱的烂摊子去触犯法律，去毁了我用命拼出来的金字招牌。赵大伯，封车，咱们去陈家沟结账。作孽呀！1块2我不赚，我真是老糊涂了。成年人的选择都标好了价格，背叛契约就得承担代价。市场无情，但最公平。建国，城里中产千级讲究养生，散养土鸡供不应求，你们这林地多，能不能搞起来？30块1斤，确实是金光大道，但接下大订单最怕产能断件。张哥，这活我接，但我有一个条件，给我2个月的缓冲期。分区轮养，错峰投苗，3座荒山分 A、B、C 区，按月投放鸡苗，科学流转，保证月出栏上万只，还不破坏生态。好小子，你这哪里是农民，分明是现代农业企业家。独家供货合同我签订了。建国回来了，这是市里家家福的孙总来看咱们的土鸡。林老弟，绿源给你多少我不管，我给乡亲们的价更厚道，32块1斤。大老板，我们家有正宗山地老母鸡，您收吗？收，有多少收多少，货到付款，现金结账，绝不打白条。32块，贴着成本线吆喝，想釜底抽薪，可惜选错了对象。这是老天爷送钱翻身的机会，绝对不能放过。我娘家镇上有个大型养殖场，全是8块钱1斤的饲料肉杂鸡，买回来转手卖32，1斤净赚24。可是嫂子，人家要的是散养土鸡，饲料鸡人家能看不出来？饿2天，抹点泥巴，混几只真鸡在上面。城里坐办公室的老爷哪有那时间一只只看？喂，三姨啊，我生病了，手头紧，想借点钱。孙总您过眼，这是大清早抓回来的正宗走地老母鸡，野性大着呢。看着挺精神，上称吧。建国，翠花家哪来这么多土鸡？他家连鸡棚都没有啊！那不是土鸡，爪子根部又白又软，是激素催出来的速成肉杂鸡。这不是造孽骗人吗？拿这种吃饭长大的鸡去冒充土鸡卖给城里人，这是要遭天谴的呀！哎呦，大家伙儿看看，跟着孙总干，这才是真金白银，不像某些人吃独食当土皇帝。
你们这群黑心肝的骗子，说是高山散养土鸡，结果一吃不仅反胃，还拉了肚子。医生说了，这根本就是抗生素和激素超标的白羽入鸡。10万块的顶格罚款，几百万的商誉损失。孙大强，你就是这么给我当采购总监的？这笔账全从你个人的绩效和保证金里扣，扣不完，咱们法庭上见。李翠花，敢拿这种毒药假货来糊弄老子，老子让你把吃进去的钱连皮带骨头全吐出来！哎呦，孙总，您今天怎么亲自来了？我们正准备明天再去后山给您抓一批。抓你个大头鬼！李翠花，你胆子不小啊！拿几十天速成的白马母鸡，饿了2天抹点泥巴，就敢当成散养土鸡卖给我？你们这帮人就是这么坑蒙拐骗的？孙总，您误会了吧？那鸡真是我从……闭嘴！我不听你废话。你提供的假货导致我们超市被工商局顶格重罚了10万块，名誉扫地。你涉嫌商业欺诈，这性质足够立案了。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要么你把那3万5千块的货款一分不少的退回来，再赔偿我们1万块钱的违约金和名誉损失费；要么咱们直接报警，让警察来查查你那些土鸡到底是从哪个养殖场进的货。孙总，行好，别报警，那主意都是李翠花出的。他说城里人好骗。你这时候把责任全推给我？4万5，明天日落之前打到我公司账上，少1分，法庭见。3万5千块的货款，全还了之前的债，哪还有钱退？还有1万块赔偿金。嫂子，我这实在是……成色一般，结交费扣掉，给你2300。各位乡亲，咱们的土鸡在城里的绿源超市卖出了金字招牌，这不是我林建国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伙儿一起守住了诚信这条底线。建国说的对啊，做人做事千万不能把别人当傻子，这投机取巧赚来的快钱都是带着刺的，迟早要把自己的手扎破。今年第7号台风木兰强度为热带风暴级。怎么还是打不通？后山半山腰的 B 区新鸡棚扛风绳还没拉紧，2000多只半大土鸡苗，要是雨水倒灌进去，全村的指望就完了。信号塔被雷劈了，电话打不通，建国困在市里回不来。老头子，不好，是合作社后山的鸡棚被风撕开了。这么大的雨，建国又被困在城里，大半夜谁敢上山啊？没人敢去，咱们去。可是建国他按规矩办事儿，不收咱们的假货是应该的，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村里的东西毁了。快，把咱家的油布盖上去。翠花，小心点儿！翠花，快点儿，快点儿！鸡棚没塌，里面的鸡苗，这是李翠花家的油布。建国，你怎么来了？婶子家乱，没地方给你坐。翠花婶儿，昨晚后山的鸡棚是你们2口子去绑的绳子。建国，婶子以前被猪油蒙了心，干的缺德事，市场已经报应我了。昨晚我看着鸡棚要倒，心里刀割一样疼。我不想再让村里人觉得我是个坏了良心的废人。翠花婶儿，你昨晚救了合作社的资产，感情上大家感激你，但我林建国做事一码归一码，你不差我那几千块钱的感谢费，你差的是一个重新站起来、干干净净赚钱的机会。这是合作社最新的内部垫资帮扶协议，
鉴于你昨晚的重大立功表现，合作社决定给你一个试用期社员的资格。你家现在没钱买鸡苗，合作社出面直接给你家垫资，提供300只优质鸡苗和前期的纯粮饲料。这笔钱算合作社借给你的，免利息。等半年后这300只鸡出栏了，合作社按30块钱一斤收走，扣除垫资的鸡苗和饲料成本，剩下的净利润全是你自己的。但前提是，这半年里我不允许你喂一口化学饲料，必须严格执行我们的散养标准，你能做到吗？能，建国，你放心，婶子就算把这双手磨起老茧，也绝对不拿一个坏鸡蛋一只病鸡来糊弄你。我要凭自己的良心，把欠下的债还清，把人做端正。建国，准备好迎接硬仗了吗？年后省城的大型跨省资本连锁超市大润隆要进入咱们县城了。他们主打的就是低价生鲜倾销，咱们的高品质土鸡马上就要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价格战了。建国，情况不太妙，是真不妙啊！大润隆这次是带着几千万的市场补贴金砸进来的，摆明了要钳断咱们的客流。今天上午，咱们绿源超市10家分店的生鲜区加起来连50只土鸡都没卖出去，顾客全跑对面排队去抢15.9块的鸡了。张哥，他们的鸡真的是散养土鸡？包装盒上印着水墨山水画，宣传语写的是农家天然散养，但咱们都是干这行的，那绝对是流水茶上出来的，为了催长速的肉杂鸡。可是老百姓不懂啊，看着便宜，包装又好看，就疯抢。建国，总部那边已经顶不住财务压力，给我下死命令了。下周的订单，我可能得先砍掉你们60%。建国，城里人咋就认那15.9块的便宜货呢？咱们这可是正儿八经在后山吃虫子、喝泉水长大的好鸡啊！是啊，建国，这天天往里填粮食，可是只见出不见进啊！要不咱们也想办法把成本降降，硬扛不是办法呀。镇上的饲料店有一种催肥粉，其实就是廉价的膨化剂，掺在粗糠里给鸡吃，不仅鸡长肉快，还能让肉里多吸水压秤。如果咱们换了那饲料，把喂养成本降下来，咱们给绿源超市的批发价也能降到20块以下，这样不就能跟那个大瑞龙争一争客流了吗？不行，绝对不行！咱们合作社的名字叫什么？建国诚信农业合作社。绿源超市为什么愿意一开始给咱们30块的高价？是因为咱们的鸡不喂一口化学饲料，是实打实的良心品质。各位乡亲，大润隆卖15.9块，那是他们用资本砸钱，用次品在搅乱市场。如果我们今天为了降价，也给鸡喂了催肥肥，那咱们跟那些卖假货的骗子有什么区别？等顾客一吃发现味道不对了，咱们好不容易用口碑攒下的金字招牌就彻底砸了个稀巴烂。牌子一旦砸了，咱们这几个村子的土鸡以后就真的只能烂在山里了。建广说的对，穷死饿死也不能干坏良心的事儿。这鸡就算卖不出去，大不了咱们自己过年吃了，也绝不能用劣质饲料去坑人。大伯说得好，我林建国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交个底，这批滞销的鸡只要多在山里留1天，喂粮食的钱就由我林建国个人和合作社的公账先垫上。只要我在，咱们的鸡就必须是干干净净的纯散养。大姐，忙着呢。我听说林建国的合作社现在收不走你们的鸡了，大姐，你这300多只鸡压在手里，每天光吃粮食也是一大笔钱，急不急啊？你谁呀？我们合作社的事儿轮不到外人打听。大姐，这叫特效保水营养剂，在鸡喝的水里掺点这个，不出3天，鸡的肌肉纤维里就能吸满水分，重量能硬生生长2成，而且看着肉质特别饱满。你只要用了这个，我按8块钱一斤的价格把你名下的300只鸡全收了，全部现结。300只鸡卖了，不仅能还上合作社垫资的鸡苗钱，自己还能剩下好几千。只需要在水里加点粉末，神不知鬼不觉。拿走，带着你的脏东西离开我家！少拿这种缺德玩意儿来糊弄我！我李翠花以前确实犯过浑，贪过小便宜，但也正因为贪便宜，我差点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我这300只鸡是台风天建国合作社点息垫资借给我的本钱。我们合作社的规矩就是绝不喂一口脏东西。你让我为了这几个黑心钱去砸我们全村人的饭碗，你做梦！大姐，你是不是脑子转不过弯？林建国现在连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这白送的钱你都不赚。我的脑子清醒得很，
你赶紧走，再不走我拿扫帚赶人了。真是见了鬼了！坏了，他往王二哥家去了。建国，快，那个戴眼镜的外地商人往村委王二哥家去了，他拿着祸害人的药粉，要坏咱们村的规矩。王二哥家老人住院急用钱，绝不能让他签。二哥，别签！建国，我这也是没办法，我爹的住院费今天要是交不上，医院就要停药了呀。你是大润龙雇来的采购对吧？8块钱一斤收水分机回去当土鸡卖，这就是大润龙15块9底价的秘密。我现在保留证据，只要你敢在咱们镇上收一只病态催肥机，我立刻带着视频去市场监督管理局实名举报你们。二哥，老人的看病钱，合作社的急难救助基金先借给你，底线一破，咱们村就全完了，以后谁还敢信咱们？咱们好不容易攒下的招牌，不能毁在这些脏东西上。消极防守，永远只能挨打。大润龙既然敢用这种劣质机来欺骗城里的消费者，那我就必须把真相揭露出来。既然城里人被15块9的低价蒙蔽了双眼，那我就让他们亲眼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透明。进。张哥，大润龙底价倾销的秘密我摸清楚了，8块钱一斤收农村的劣质淘汰机，为这种化学膨化力强制注水压秤，然后贴上高山散养的牌子卖15块9，他们打的根本不是价格战，而是以次充好的欺诈战，这简直是在拿老百姓的健康当饵祭。建国，我明天就拿着证据去举报他们。消费者只要还迷信他们15块9的低价，咱们就永远翻不了身。他们想用虚假的宣传蒙蔽老百姓，那咱们就打一场彻头彻尾的透明战。张哥，咱们搞一场全网直播，不要剧本，不要网红带货。这个周末，绿源超市直接包2辆大巴车，在你们10家分店招募100个最挑剔的城里顾客，免费拉到我们柳树村的后山来。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看真正的散养土鸡是怎么在山里飞的，我要让他们亲手去抓。好小子，这招绝了！这就叫原产地溯源体验营销。只要顾客亲眼见证了你们的品质，大润龙的虚假宣传就不攻自破。说干就干！加油！加油！加油！建国，你放心，婶子绝不给咱们合作社丢脸。那些吃药催肥的温病鸡，怎么跟咱们这些喝山泉水、吃虫子长大的宝贝疙瘩比？真金不怕火炼。乡亲们都知道，这是合作社生死存亡的一战，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抱怨。各位城里的朋友，欢迎来到柳树村。今天没有任何推销，就是请大家来大山里做客，亲自体验一把什么叫真正的高山散养。说的天花乱坠的，大润龙的鸡才卖15块9，你们绿源卖30多，我就不信这山里的鸡还能长出金子来。今天我倒要好好打打你们的假。不怕你挑剔，就怕你不来比较。哎呦我去！你们快看那只鸡，它上树了！我的天，这就是真正的土鸡啊！哇，这也太漂亮了吧！各位，今天中午咱们吃大锅饭，规矩只有一个，大家可以亲自进林子抓鸡，谁抓到哪只，咱们中午就炖哪只，完全免费。真到了抓鸡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儿。哎呦我的老天爷，这鸡成精了！家人们，我今天算是彻底服气了。大润龙那种放在地上一脚踹都踹不动的软脚鸡，跟这儿一比，简直就是垃圾啊！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第一步，眼见为实，我们已经赢了。
各位，土鸡好不好，不仅要看它生前怎么跑，更得看它下锅怎么炖。今天咱们就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只用山泉水，加点盐和老姜，不放任何八角、桂皮等香料，来原汁原味的炖咱们刚才抓的鸡。小伙子，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专门来较真的。这是我昨天在大瑞缸排了2个小时队抢来的15块9的高山散储鸡。你们既然说你们的品质天下第一，敢不敢跟我这只放在一起，2口锅同时炖，让大家尝尝到底有没有区别？这简直是老天爷送来的最完美的对比标本。没问题，阿姨，真金不怕火炼，咱们今天就用这2口锅同火同水同时炖。左边的锅炖大润龙的廉价鸡，右边的锅炖柳树村的土鸡。我的天啊，好香啊！我起码有20年没闻到过这么正宗的土鸡汤味了。熟了，大家自己盛来尝尝吧。呸！这什么破玩意儿？肉像吃木头渣子一样塞牙，还有一股散不掉的腥味和怪味。骗子！大润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这哪里是什么散养土鸡，这分明是用妖水和激素泡出来的劣质水分鸡。老百姓的钱虽然难赚，但也绝不能被这种无良大超市这么坑骗啊！这场仗打赢了，我们仅仅是把最真实的品质差异，毫无保留地摆在了阳光下，摆在了消费者的面前。这就是商业竞争中最强大的终极武器，硬核的产品力。喂，对，我是张建国。什么？订单已经破万了？好，好，建国这小子真是神了。建国，你太牛了！现在咱们超市所有生鲜区排队提货的人都排到马路牙子上了，咱们柳树村的鸡彻底封神了。大瑞龙超市县城分店以次充好，虚假宣传，涉嫌食品安全欺诈，经研究决定，责令其无限期停业整顿，并处120万元罚款。建国啊，今天这仗打得真他娘的解气，大伙儿都说跟着你走正道，就是天塌下来咱们也不怕。建国啊，喝口汤，要不是你死死守住了规矩，今天咱们也得跟着那个大润龙一起吃官司完蛋。以后咱们柳树村世世代代都把这诚信2字刻在骨头里。这场巨大的商业危机不仅没有打垮我们，反而像一块最硬的磨刀石，磨亮了我们建国诚信农业的金字招牌。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因为坚守与底线，已经翻开了最辉煌的一页。打赢了大润龙那场漂亮的翻身仗后，柳树村建国诚信农业合作社的名字算是彻底在全省生鲜界站稳了脚跟。建国哥，咱们账上的资金已经非常充裕了。单靠养鸡，大山的土地承受力是有限的。几万只鸡每天产生的鸡粪，如果在后山无序堆积，一到夏天不仅气味难闻，还会污染咱们世世代代饮用的地下水。现代农业讲究的是长远，是循环。各位，咱们现在的鸡是不愁卖了，但环保问题得提上日程。青石村那边有大片大片的向阳坡地，种的全是苹果树和梨树。我想把咱们的养殖场和他们的果园连起来，搞一个生态闭环。建国哥，你的意思是把鸡粪集中发酵做成有机肥，供给青石村种果树？没错，用发酵好的无磷化鸡粪替代化肥，种出来的苹果不仅口感又脆又甜，还能改良板结的土壤。到了秋天，果园里的杂草和掉落的刺果又能拉回来，给咱们的土鸡当天然的辅料粗粮。这不仅解决了污染，还能给咱们合作社增加一份收入。这个主意太好了。主意是好，可……建国啊，这主意是个绝顶的好主意。可青石村的村主任徐大爷那是个出了名的徐倔头，脾气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去年咱们刚搞合作社的时候，他还笑话咱们是小孩子过家家。
坚决不准他们村的人把地租给咱们。这老头思想古板得很，只认他那1亩3分地。咱们现在去跟他谈合作，恐怕得碰一鼻子灰呀。是啊，建国，上个月我在镇上农资店碰见他，他还酸溜的说咱们把土地卖那么贵是投机倒把呢。徐大爷那是老一辈庄稼人的固执，他不是坏心眼，只是不了解现在外面的大市场。咱们既然想把事业做大，就不能计较过去的这点闲言碎语和面子问题。下午我去供销社买2瓶好酒，亲自去青石村跑一趟。做大买卖格局要大，只要能让老百姓实打实的赚到干净钱，我林建国多跑2趟腿，多说几句好话，算什么丢人的事儿？建国啊，大爷今天是来跟你赔个不是的。徐大爷，您这是说哪里的话？咱们2个村挨着，您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有什么事儿您直接吩咐就行。建国，大爷老了，脑子僵了，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了。去年大爷不仅没支持你，还说了些不中听的混账话，大爷心里愧呀。建国，大爷拉下这张老皮儿来求你，你脑子活，办事公道，认识的城里大老板也多，你能不能帮大爷想想办法？大爷自己吃糠咽菜没事，可村里那些娃娃还得交学费，老人还得看病啊。徐大爷，过去的事儿咱们翻篇了，提都不提了。青石村的难处就是咱们柳树村的难处，这上百万斤苹果，咱们合作社帮你们卖，而且我还要带你们村走一条以后再也不愁销路的新道。建国，你说的是真的啊？徐大爷，我不搞亏本大甩卖，5毛钱1斤贱卖，那是糟蹋你们1年的心血。小雪，带上质检团队，跟我去一趟青石村。好的，建国哥。先把这批库存苹果进行严格的糖度和品相测试，能卖的1斤都不能糟蹋。依靠我们大半年来在城里积累的金字招牌和信任度，这批苹果一定能打开销路。不到半个月，上百万斤苹果就卖完了。徐大爷，协议签了，丑话说在前头。从今往后，青石村的果园绝对禁止使用化肥和化学农药，全部使用我们柳树村养殖场经过科学发酵处理的有机基焖。建国，你放心，谁要是敢用1滴化肥，我徐倔头第一个不答应。翠花婶儿，有个新任务交给你。建国，你说，婶子听着，各位青石村的老少爷们儿，以后咱们这果树得当成金疙瘩来养，树上这2维码溯源牌必须挨家挨户挂好，啥时候施了农家肥，啥时候剪了枝，全得用手机扫码记录上传。种了一辈子地，还得学这洋玩意儿，真麻烦。嫌麻烦？我李翠花以前也嫌麻烦，甚至还为了贪图那几毛钱的便宜，差点把自己的家底赔个清光，连人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是我建国大侄子不计前嫌，用规矩和信任拉了我一把。我告诉你们，咱们农民要想挣大钱、挣硬气钱，就得守规矩。翠花妹子说的对，我们以后全听合作社的科学安排，再也不犯糊涂了。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养护，施了有机肥，没打1滴化学农药的青石村苹果，终于迎来了丰收。这苹果冰糖心儿又脆又甜，大半年没打1滴农药，全是你们鸡粪养的。农家双拼，生态相伴，找厂家定制一批竹编礼盒，环保又精美。收到，建国哥。林总，你们这不仅是卖农产品，你们这是在传递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今年中秋节，咱们单位的5万份员工福利就全订你们这个生态双拼礼盒了。感谢您的信任，我们一定保质保量。这一个超级订单，直接创造了数千万的销售奇迹。足球起来呀！哪一个呢？完了。徐大爷，这是青石村的。翠花婶，你是今年优秀模范社员。各位乡亲，今天这钱
不是我林建国发给你们的，是咱们大家伙儿一起用汗水、用规矩、用互相帮衬的良心，堂堂正正挣回来的。这1年多来，咱们经历过毁约，经历过骗局，经历过天灾，也扛住了大资本的打压，但咱们挺过来了。为什么？因为时代在变，但人无信不立的理儿永远不会变。只要咱们庄稼人这颗踏实肯干的心不变，只要咱们坚守品质的底线，遇到难处拉彼此一把，咱们的日子就一定会像这红彤彤的苹果一样，越来越甜，越走越宽广。这片古老的黄土地，因为宽容，因为契约，因为生态的生生不息，终于在这大时代的浪潮中焕发出了最耀眼的光彩。